用饮食做主题嘅台东慢食节实习，形容嘅做到幾千3人去參加，前面是留下一世代嘅歷史咯。除咗執行團隊鼓勵民眾自家帶餐具以外，慢食店家也到咪十萬名嘅看用嘅無愛用塑膠，研究愛用嘅拿天然嘅樹葉嘅也到來裝東西。今年台東慢食協會還開辦書課。來看記者宋以娥、蔡依松嘅報道。一條人為咗熱看，認真聽講師提嘅順便。做好的器皿一定要是柔軟的，它才能塑形。塑形完之後，它要曬乾吼。那如果你要曬乾，它的形體你要四四方方，有可能可以透過板子，板子把它放在這個內部，它就會是平面的。那個什麼？把條來嘅阿明做講師樂富士為大家示範用嚟來做傳統嘅石條火鍋，鍋嘅就係檳榔殼牛尾，外本食材做到數，就係意思整體嘅小得嚟嘅石條。所以會是呈現紅色的吼，紅色的才可使用哦。那時候就是已經超過有500、700都跑掉。對，那時候做石頭火鍋的時候，那個食物才會1分鐘食物就會熟透了。一定要拿穩哦，吼，敲一下。嘗試嗎？哇，很燙啊！團結件小到滾碌碌嘅嘢麻煩沙夾起來，連登變到檳榔殼牛嘅鍋嘅肚殼，水淋濕滾到出煙，次次嘅嘅下工夾菜，騰騰香噴噴呢。雖然台東嘅慢食協會嘅精神表現係自家結菜唔撇唔衰，不過今日大家似乎重點是唔係愛食到，係愛學用嘅。對於大自然拿到嘅東西來做種師傅的盤玩也到。檳榔葉鞘其實在對於阿美族，他會拿來做石頭火鍋當容器，就是最簡單的容器就是做成這樣的形體哈，把它做4角邊，然後編起來就是以前老人家的傳統智慧給予的。那我覺得把這些自然的器皿取在很多的運用上，不管是鍋子，然後盤子也好，或者是把它製作成湯匙都可行。檳榔葉鞘其實是還蠻大片的，那看起來是要比浸過水嘅檳榔殼，愛先裁剪。1、2、3，就大概是3折哦，其實還蠻厚的。再過來係從葉身嚟用嘅剪葉，用力鉗出形呢。然後綁起來，你先讓它固定，固定就好了，然後等一下再修吼。做好湯匙嘅餅，撒下來愛鉗出湯匙嘅用嘅。就這個往內凹，讓它柔軟之後，然後把它取開，打開。天面用石條砍斷，細件嘅鼻骨貼就做好為一個檳榔殼湯匙。湯匙它需要一些力道，然後壓制它，然後塑造形體，然後它就要靠剪刀啊或刀片來做它的形體跟花樣啊，就是不難，就是只是說，看大家願不願意做那樣。因為檳榔葉其實我們還拿得到，所以其實這個又是一種我們另外一個可能之後也可以做成 DIY 啊，然後一個融入在我們的餐食裡面的一個食器。也已經喺台東嘅慢食協會辦理天一場自然設計工作坊，唔單止教人用嚟做，連一條材料係用嚟來嘅都係考察。粗一點，然後老一點，不要太嫩哈。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去掉葉子哈。公司印製費印工業，但將看一條強勢嘅食物，實在係困難想象。等解一下會變做十分作風嘅盤玩也到。就跟自己的身高差不多後，我們等一下可以拿來當餐桌上的食器後，它就可以當那個杯墊的那個墊子，或者是椰子殼碗的墊子那樣子後，它的容器，因為椰子殼碗是半圓形後。過後馬灣灘，貴青年要注意到也被從愛心嘅半葉樹嘅葉被，它就有點像是桐葉，而且你們也可以摸看看它的材質，它其實摸起來有點厚。比紅葉還要厚。
我两个班要做普通吼，有个10页的啊，做唔得即下上个拿都拿，上个10都10，因为上个地方嘅公所啊，也系提出办普通申请，唔则做得即下去用去载安尼。为有自然设计工作坊天朝爱讲到推动慢食节，比到减少垃圾量。鼓励摆大米嘅店頭架，冇用容易擺就接起嘅傳機。店頭架對用瓷碗、玻璃比亞掉，天天嚟見改越天然。又用竹嘅作為比嘢，用各種葉片來裝，甚至係用葉片來包裝。2020年推動嘅慢食協會就開始內部交流，總算喺2023年正式開嘅自然設計工作坊來教課。很多摊商就覺得弄葉子做石器的這件事情是很漂亮的，然後又很自然，那就會變成是只要到慢食節，好像自然石器這件事情就是被畫上等號，然後最後幾乎到每個店家幾乎都會想要用綠色的植物的素材做成自然石器，這個是蠻大的一個改變，主要是因為觀感也很好啦，對，然後視覺上也很好。而且我们渐渐累积出一些知识哦，什么样的叶子预热不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叶子来盛装是无毒。那这些知识累积起来，大家共同交流交换，大家会越来越娴熟去使用这个自然石器。而且结束之后吃完，不论你把那个石器留下来继续再利用，那或者是像叶子，你就把它回归土地，也不会觉得心理上有压力哈。我们就开始开课。我们就把店家里面我们布农族的织女，她就很会用叶子，她知道这些纤维会用办要裁要怎么煮，她就是很厉害嘛。那就先来上课，大家就从模仿学习开始，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課程係因為推動山區同海巡嘅體驗植物無相同，分做中國廠同海鮮廠。新鮮嘅重點植物係麵包樹葉、柚楊葉、香蕉葉；海鮮係板葉樹嘅葉貝、大棚樹嘅葉貝。公司帶動學員出去前，就係愛大家來認識，特別本出做得拿來做種東西嘅植物有哪條，甚至愛大家啲自家錄下附近呢有哪條嘅樹葉貝係用得的。主要是因為大家不太了解植物，不知道去哪裡採集。再就是不知道怎麼去處理纖維的這件事情，處理葉片的這件事情，那我覺得教處理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解決很多店家他們到底要去哪裡採葉子，增加他們的植物地圖的知識庫，然後再就是增加他們對於葉子為什麼我採回來會老老的，那所以就是可以解決很多店家的問題。個人覺得這個林頭是非常好的纖維。處理過嘅黃巴條葉，也係叫用葉、香蘭葉一條重送嘅葉嘅，拿來做盒嘅種東西，一定好。好，一樣怎樣？先折什麼？三角形，先把它的長度先量出來，然後一樣再把它折出它的長度，絕對不用目測哦。再對折，第五刀就要全部剪掉。屯田飯館冇做係飯，變到按天然嘅東西地位，等等看到大家微滾，無論係外見也係食起來感覺就冇相同。同樣係包田飯館，改用板葉樹嘅葉貝表現出來嘅，又係另外一種風情。放上去之後，這樣子，你就直接這樣子，像折盒子一樣，手也會很髒。對，然後你就直接這樣子賣給客人就好。我一直在苦惱，說我到底我還能用什麼方式去做呈現？我就覺得哇，太棒了！原來我的產品我可以這樣的方式呈現給大家，用很天然，然後其實只是身邊的東西，我隨手可得的東西可以去做。這樣的方式，然後去讓我的產品更加分。用按天然的東西，本人他打包帶走，做得講係擺檔嘅店頭價一定頭難通嘅問題。
不过公司傅有义没有好办法。折上去了之后，好一样哦，你看，还不是一样，懂吗？还不是一样，就是这样哦。折下去，这样。那因为你包起来，客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可以现场包。团叫阳光弹出来嘅时，准做手给他，然后才外加叫杨子来看家，佢也看半日，实在係很令人下個。然后再绑一个钱，然后这个就请客人提回去了。再加100。200。就是包食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看可以怎么装着，就是不是只包这样子，可以做成一个容器，就是真的可以带走的那种容器。我觉得这个很实用。好人也冇問題就靠唔到公司。就連嗰種玻璃罐安用嘅用一條天然嘅食物打包本人帶走，沒以為想就想唔到嘅做法。就是它怎么样都还是会有贴纸，就算是对它已经是最精简的。可是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因为槟榔叶鞘它也是可以用烙印，所以我可以在上面印我 logo 之外，其实营养标示都可以印在另外一个页面。甚至他回到家以后，那个圆形的垫。它的上下支撑的那个垫子，我觉得下来以后它就可以当杯垫使用。我觉得这很好啊，我们没有产生垃圾，然后全部来自这个土地。路是经过，然后把吃的东西拿到会议室里面。我形容用100就這些嘅東西減少垃圾量，對推動慢食店家來講，唔係很放下好談嘅口號，係真正認可，韓國愛確實中國嘅日子。料理前愛先去增加條加倍，行開始又愛做出現嘅來做，一條拼勁因為又稀稀又好棒嘅程度，已經係推動慢食唔用塑膠杯，基本精神同風嘅。